今天我们来聊一句很经典的中国话：男主外，女主内。你听过吗？主的意思就是主持或者负责，男主外的意思是男人主要负责家外面的活动，比如工作、赚钱、社交。女主内的意思是女人主要负责家里面的活动，比如做家务、做饭、照顾孩子。照顾父母等等。比如说，爸爸每天去公司上班，妈妈每天在家做饭。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，尤其是老年人家庭，都是这样的分工。所以从表面上看，这句话其实非常简单，它说的是一种分工。一个人负责外面的东西，一个人负责里面的东西，并不是在说谁更重要，谁更不重要，只是说每个人负责的事情不一样。但是在现代社会里，这句话又不只是分工，有更多别的意思。你可能同意，也可能反对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说到男主外，女主内。那我可以先用自己的家庭来举一个例子。我没结婚，所以我说我的家庭是我和我的爸爸妈妈。我的家庭不算是特别传统的中国家庭，但也不是完全现代的，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中间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有工作，而且在我们小县城里，他们的工作也是比较体面的。虽然工资不太高，但社会地位还可以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们两个人其实都会工作，都会赚钱，但是在家里的分工就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比如说做家务、照顾孩子，我妈妈会做得更多。当然不是说我爸爸完全不错，但可能是70%是我妈妈，然后30%是我爸爸。在外面的工作可能正好相反，70%是我爸爸，然后30%是我妈妈。我爸爸工作的更多，赚钱赚的也更多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里，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了。两个人都会一起做事情，但是两个人的比例不太一样。其实不只是我家，那我很多朋友同学的家庭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况。爸爸更多参加工作赚钱，妈妈更多参加家庭活动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可以简单的说，这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。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，比如有的家庭是妈妈工作更多，赚钱更多，而爸爸在家做家务、照顾孩子更多。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女主外，男主内。还有一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的方式，两个人都工作、都赚钱，同时也一起做家务、一起照顾家庭。也就是说，两个人都既主外，也主内。所以我觉得这些方式没有对错，只是不同的家庭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分工方式，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让这个家庭越来越好。那我也想问问你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，在你的家庭里，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什么样的分工方式？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那你自己的家庭现在是什么样的分工？欢迎你用中文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当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，在很多家庭，谁做什么，有时候也会影响谁来做决定。我们现在来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如果一个家庭里，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赚钱，一个人在家做家务，那平时生活一些小的决定是怎么做的？比如说周末去哪里吃饭，或者要不要买一件比较贵的东西，
要不要买车、买房子，要不要给别人借钱，我们旅行的时候要住在什么地方等等，这些事情一般是谁来决定的？当然，有的家庭是一起决定，但在有些情况下，大家可能会更习惯听那个在外面工作的人的意见，因为他每天在外面工作赚钱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的意见好像更正确，错误更少，所以好像更重要一点。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在很多家庭里，谁做什么，有时候会慢慢的变成谁更容易做决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想一想，男主外女主内到底只是分工不同，还是说也会慢慢影响一个家庭里不同的人的家庭地位，谁说了算？说一个我自己的家庭的例子，刚刚我们也说了，我的家庭差不多也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。我爸爸在外面工作更多，赚钱更多。那除了我爸妈的分工不一样，他们的家庭地位也不太一样。总的来说，我爸爸的家庭地位比我妈妈的要高一点。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，我们几乎都听爸爸的话，很少听妈妈的话。而且我的妈妈也很接受这一个方面，有时候即使她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最后还是会听我爸爸的。比如在我高中毕业，马上要进入大学的时候，我会选专业。我当时知道我很喜欢语言，但是我的妈妈和爸爸有不同的意见。我爸爸觉得女孩子还是应该选择一个和金融管理相关的专业。当时我和我的妈妈都没有特别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最后还是听了爸爸的话。当然，我现在也越来越大了，我也越来越不听我爸爸的话了。包括我和谁在一起，我要做什么工作，我要在哪个城市生活，都是我自己决定。但如果是大事，好像还是我爸爸决定。所以在我的家庭里，虽然一开始只是分工不同，但是慢慢的也会变成谁说了算。但是这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家庭。在我看来，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讨论，一起做决定，而不是让一个人来决定。我身边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例子，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更多的沟通，也会尊重对方的想法。在将来，如果我结婚了，万一我结婚了，我也希望在自己的家庭里，我和我的丈夫，未来的丈夫，可以一起做决定，尊重彼此的想法。没有谁比谁的家庭地位更高，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不同的家庭差别很大。你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分工方式呢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为什么在很多的家庭里，赚钱更多的人更容易做决定？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钱真的很重要。中文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是如果没有钱，很多事情你真的做不了。比如说你要吃饭，你要住房子，要看病，要上学，要旅行，甚至你只是想过一种很稳定而且很简单的生活，这些都离不开钱。所以在现实生活里，谁能更稳定的赚钱，赚更多钱，谁就更容易变成家里最重要的那个人。因为我们都很依赖钱，所以我们都很依赖这个人。即使一个人的想法再对、再好、再有意义，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钱，那他的想法就不可能实现。虽然我们一直在说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它也真的很重要，对吧？
这种重要有时候不是大家直接说出来的，而是大家心里会慢慢有一种感觉，这个家离不开它，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大家就更容易听他的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大家经常认为外面工作的人，他们看见的更多。他每天要和同事交流，和朋友交流，和老板交流，也熟悉社会里的很多规则、压力。他见过的东西太多了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成功失败他都见过，所以很多人会自然地觉得他见得更多，所以他更懂。中文里有一句话叫见多识广，见多识广，意思就是一个人看得多，经历得多，他的知识和经验也会更多，所以也更适合做决定。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种想法不一定对，因为在家里照顾孩子、照顾老人、处理家务，其实也需要经验，也需要判断。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外面的经验比家里的经验更有价值。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也很重要，那就是赚钱我们可以看见，赚钱是看得见的，但是家里的辛苦有时候是看不见的。比如说这个人这一个月赚了多少钱，工资多少，奖金多少，银行卡里有多少钱，这个房子多少钱，这辆车多少钱，这些都是数字，数字是很清楚的，很直接，所以很容易被大家看到，被大家理解。但是做家务、做饭、照顾孩子、照顾老人，这些事情虽然很累，但是很难用一个清楚的数字表示。你很难说我这个月做了200个小时的家务，所以我的价值是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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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就是说，外面的工作更容易被看见，家里的工作更容易被忽视。而且我们平时介绍一个人的时候，常常会说他是老师，他是医生，他在银行工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很习惯用职业来介绍一个人，但我们很少会说他每天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很辛苦。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会越来越尊重有工作有收入的人，而不太容易看到家里的活动。但其实一个家庭能越来越好，不只是因为有人赚钱，也是因为有人一直在背后做很多看不到的事情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时候并不是大家故意要不公平，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看见赚钱，太容易依赖赚钱的人，反而忽视了家里的劳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有些人会觉得因为自己赚钱，所以自己应该更有决定权，应该自己说了算。在中文里，这种想法我们叫大男子主义，英文里应该也有同样的词。简单来说，大男子主义有2个特点：第一，觉得自己更有权利；第二，不太尊重对方的想法。这里要分清楚一件事情，男主外女主内并不等于大男子主义。如果这是2个人都喜欢的选择，而且互相尊重，那它就是一种分工方式而已。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不一样。之前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我觉得他是很大男子主义的人，我想做很多事情，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分享给他，但是他说不好，不要做，一个女生为什么要做男生的事情？包括我爸爸有时候也经常这样说，自由职业很累的，爸爸不希望你有这么多压力。但是自由职业也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他真的经常有压力，有很大的压力。虽然我有时候也抱怨好累啊，好忙啊，好想哭啊，但是它是我的选择。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都可以尊重我的选择，不要大男子主义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想说，
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分工本身没有问题，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有的家庭需要有人更多的在外面工作，有的家庭需要更多的照顾孩子，有的家庭也许觉得这样的安排更适合他们现在的生活。所以问题不在于谁主外谁主内，而在于这个安排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我们互相尊不尊重。如果两个人认真讨论过，都觉得这样更适合自己的家庭，那不管是男主外女主内，还是女主外男主内，甚至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做家务都没有问题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但如果一个人其实不愿意，只是因为家庭的压力、社会的压力，他们不得不选择这样做，那这个分工虽然看起来很正常，其实很不公平，非常不公平，因为没有尊重。很多人都说尊重尊重，但是尊重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，你会不会认真听对方的意见？你会不会觉得对方做的事情也很重要？你会不会因为自己赚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自己的地位更高？这时候真正受伤的不是分工，而是一个人被忽视了，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一个家庭重要的不是看谁赚的更多，谁做家务更多，而是要看这个家庭里的两个人能不能互相理解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尊重。也许有人主外，有人主内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让分工不同慢慢变成地位不同，不要让赚钱更多慢慢变成更值得被尊重。那最后我想问你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家庭里，平时都是谁做决定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这种方式是很自然的，还是因为习惯或者压力？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你也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成为我的会员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